我们的潜舰啊，大家关心了，海鲲号啊延宕了哈。顾立雄昨天说，哎呀，人家都要7年，甚至多的还16年，我们5年太急了啊，所以挑战很大。台船说，建造难度超过战斗机啊。台船劝你坐船，你怎么知道战斗机有什么难度啊？那另外呢，因为有传说它的主机引擎啊是卡车的了。哦，那台船说不是，但是呢，因为呢，我们买不到这个大功率的主机，所以用多个小功率的主机并联起来，哦，把它并在一起，真吓死人！哦，对啊，我吓死哦。那另外呢，立法院啊，昨天是公开会议了啦，没有秘密会议了啊，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情况了嘛。那主要国防部说，主机跟电力。还有整合式的载台2大管理系统调整，这2大管理系统都是非常重要的。整合式载台就是它有不同的哦，比如说引擎、发电，然后武器呢，它这边要把它整合起来哦，那这很重要啊，你否则各行其事啊，一定要加在一起整合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主机跟电力哦，就是引擎嘛，哦，另外电力哦，因为引擎要发电哦，昨天讲过，再讲一次，潜水艇在深海的时候不是用引擎航行的，是用电来航行的，电，安静，比较没有声音，哦，然后浮上来的时候呢，引擎发动，然后引擎冲到电池的电，啊，就跟我们油电车差不多了，啊，那问题是它不能充电，不能充电怎么办呢？你怎么到海里面去这个深潜呢？就没有办法啊，所以呢，他们还要努力，哦，那而且主机有好几台，哦，你这么好几台，到底哪一台充电？哦，这个东西又是整合的问题哈。那民进党是说呢，海鲲号现在变成中共认知作战的标靶，要打击我们的信心。其实我这里又不是中共叫你发展一个海鲲号，是你自己要搞个海鲲号啊。那你现在要搞就好好搞啊，搞了个半天，对不对？出这么多纰漏，而且没有提到吗？光本节目就提到很多次啊。哦，到底会怎样？会怎样？我已经讲了很多次了。哦，这个潜舰当然是不一样嘛，潜舰跟浮在水面上舰当然是不一样嘛。它水里面有压力，大家都知道嘛。哦，那另外呢，主要还有太贵了啊。日本造了一个这个苍鲸号，比我们还大哦。那只花了148亿新台币哦。那我们呢，就花了将近500亿啊。所以呢，你几乎它的3倍啊，3倍多啊。那当然，日本造船业是好，是很久以前它就有它的基础了哈。那但是你也不能落后那么多嘛，贵1倍也罢，贵3倍还没搞出来哦。那所以呢就被骂了哈。那日本这个苍鲸号哦，是全世界唯一的配备锂电池电池的柴电哦，水下最高时速是20节，我们水下速度也可以到20节哦。那另外呢，它的排水量3000吨，我们排水量大概2500到3000吨哦。它有70个人，我们60个人，就差不太多了啊。它全长84，宽9.1公尺，我们全长70，宽8公尺，比它小一点点哦。但是呢，我们花了493亿哦，结果呢，它花148亿哦，这就差蛮多的。我们看一下。校长刚刚也太可怕了，我们刚潜下去就散架了，还好海号里面有救生圈，不然我们就要为校捐躯了。在用莱尔校长2创网络上充斥这类短影音，嘲讽目前测试进度已经 delay 的国造潜舰海鲲号，含最贵的关税，造最贵的潜艇，用最贵的绿电，喝最高级的水。屏幕前的朋友们，觉得我今年底能潜水吗？这个是一种无烟硝的战争。那我们的潜舰在一开始到现在，它的这方面的认知作战的行动完全没有停止过。自然的海鲲号首要目标要以安全为上，只是从国军拍胸口保证到后来交舰进度落后，连绿营都皱眉，部长也认了。是研制的话，以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的话，大概都要耗时7年到
甚至有高达16年的这样的。虽然7年到16年，我们怎么会有勇气就是5年多我们就要交件呢？没有去理解现实上面，事实上会面临很多困难，尤其是我们的国情。上周就曾秘密质询过，但立法院1周后再开同样议题的会议，因为蓝营立委不满，认为社会大众有权了解。1月计发嘛，每天大概是19万。自然蓝委也趁质询帮自己出一口气，好大喜功也好，或者满足他的历史定位也好，那一点意义都没有，因为他花的是人民纳税钱。马文君也质疑前舰主机引擎是否为外传的车用，对此海军强调确实是船用，但时程延宕之下，徐小新也揪出我国向美国租借测试用操雷的租期问题。这一套向美方租借的系统该如何处置？如果有执行上困难，我们会执行上会再申请这个租约会往后再延。过去种种质疑，前舰就被贴标签不爱国，在野党立委们觉得终于能扬眉吐气。来振宇，其实我们必须说，国防安全跟国家安全是不分党派的，大家要搞清楚今天。国防部他抢编了凑面7艘的预算，现在你连第1艘你都做不出来了，甚至你想要验都验不了的状态之下，国防部你真的要去好好思考，现在这样子编列国防预算，当时的海鲲号是为了蔡英文的历史定位吗？还是为了你看当时是2019的5月9号配合选举，它是要体现什么抗中保台的实现吗？我觉得这个时候是不分党派，大家不要再把它推到什么阿公英庙啊，不是，这个是我们现在国家的政策，国防的安全出了很大的疑虑哦。我想要承接一下上一题哦，上一个阶段我们有讲到的，就是大家知道吗？现在美国还欠台湾6500亿的武器。6500亿的武器其实根本都还没有进到台湾的状态之下，我可以理解蔡英文时期，你想要有抗中保台，你要有自己的能力，就像郭立雄特别说了，我们要有自己的实力，才有可能维护和平的定义。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如果今天美国一直不断的把我们当盘子，甚至把我们当成凯子，我们不断的来去提升我们的国防 GDP 的状态之下，我们的海鲲号现阶段到底有没有办法有一个科学实证的报告？目前国防部是没有任何的报告状态的，所以我还是要提醒大家还有提醒民进党政府，你们要去理清楚的是，现在的海鲲号，请问一下是要胎死腹中，还是要持续错下去，还是你们要准备安乐死？这些都是你们必须要向国人去说明的。将近500亿的预算，到现在连一点点可能被充电的机会都没有的状态之下，请问我们国家还要浪费多少的这样子变成是海上棺材？这样子的人民他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更何况抗中保台直接到达了直接民进党的一把脸。如果今天500亿它变成是化为乌有的话，请问一下，未来国防部抢编的2840亿，请问一下，你们到底目的是什么？是为了你的政治目的，还是为了让你的绿油油赚饱饱？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大家关注的。郑宇讲2840亿，因为后续还有编7艘潜舰前海军医官。看这代志。这个事情我外行人虽然是上船整整1年，但是我听起来很害怕的，就是竟然问题出在主机而且主机因为买不到，是买不同品牌的小的主机，然后并联起来。你晓串联跟并联的差别嘛？对不对？串联是加起来，并联是1/n加起来的，再倒过来。这个我听起来不寒而栗我拿这海军。给他派去潜艇，讲这架船主机是很多不同品牌凑起来的，惊嘛死！你们这样变出来，我的惊死啊！不一定不同的，也许同样品牌比较小的凑起来。不是，他有讲不同品牌他有讲所以惊死。对，那买不到大的人家不卖我们怎么办呢？他其实我们潜舰国造这个基本结构性的问题，就是因为我们呢在。要买什么武器上面，我们并没有太大的自主性，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困难。然后呢，我们希望要有潜舰，可是如果我们不被美国同意那也没有人敢卖给我们。然后现在你要自己造的时候呢，你连核心技术都要搞联合国
哦，因为之前就为什么会传出说啊，好像有很多这个军火商掮客，因为他们就说啊，我这里面的某一部分我可以跟韩国拿到，某一部分我可以去跟以色列搞到，某一部分我又可以去跟美国什么拿到。那你一拼凑的时候，大家想想看，现在全部都电脑化、AI 化什么，你那个参数啊，通通都搞不清楚，所以它才会发生现在的这个叫做整合性的那个管理平台出问题嘛。他弄不懂，因为每一个他都有他的自己的一套的一个界面，所以刚才那个沈大佬已经指出来，那个电的那是发动力系统，那个已经很恐怖了。那你在电脑上面的大家的这个各行其事无法整合，这个又更严重。那我觉得今天民进党政府，你如果要检讨说我们为什么要做浅见国造这个政策，那去检讨蔡英文。可是要狠狠检讨赖清德的，就是说你接手的时候，你会得到一个简报啊，军方已经跟你说这个有多的困难呐、那你不但要掩盖这些问题，你还不肯说我一艘下水了之后，我再编后面的预算。之前啊，那个在大罢免时期，国民党跟民众党的立委被打到不行，说什么不支持国防预算是什么？他们的主张非常合理，他们是说第一艘舰没有成功之前，你后续的7艘我先冻结，他没有删除哦，他只是说我先冻结，不要给你支出。就这样也被民进党泼脏水，就这样子也被林楚英这种什么睁眼说瞎话，是被对岸什么认知作战。所以你这种状况底下，今天民进党真的赖清德，你要跟在野党立委道歉啊，因为你自己已经讲到了，你连一艘都弄不好，你要逼大家把后面7艘好像签空白支票一样，全部签给你吗？有这样的道理吗？我觉得最要谴责的是美国。要骂美国，你不是对台湾那么好吗？对不对？那你就只有我们一些技术，或是跟你美国比较友好的国家说卖给我们就好啦，干嘛我们这么辛苦，这么东凑西拼的，对不对？美国叫我们买，现在我们刚刚郑宇讲，我们还200多亿美金的武器都还没交呢，对不对？那美国讲是说我不会做柴油，我现在都做这个核子动力。对了，美国也许不做柴油，但他的盟友很多是做柴油的啊。你可以叫他卖给我们啊！你美国讲一句话，他就会卖啊。那你美国干嘛这杯葛呢？你不是跟台湾那么好吗？既然那么好，为什么潜舰让我们这么困难呢？现在再回来。好，今天这个艺人他不当兵了哦。那艺人不当兵呢？这个当时王大陆呢是花了300万，他是最贵的，因为他有名嘛。哦，他们也看人不同，要不同的价钱，所以呢造一个假病历了哈。那花了300万。那现在呢今天有修杰楷、陈柏霖、廖允杰、Energy 的坤达、苏伟啊。那因为坤达刚好今天早上出国啊，所以呢就没有具体让，其他都被具体到案了啊。那另外呢，这个被带回来啊，是他新北警察局展开第3波的搜查啊，之前已经抓了一些了哈。那坤达他说我是伞兵啊，然后呢，本来在海外拍这个玩很大录影，赶回台湾，我也不敢奢求原谅啊，错了就是错了啊。那贾静雯呢就说呢，这个修杰楷被拘提的时候呢，旁边还有小孩子也受到惊吓，爸爸突然被这个警察这个敲门，然后手铐带走。我是觉得这些伞兵、这些艺人他也不可能逃嘛，就是说你就抓就好了，给他戴手铐，在小孩面前，我真的觉得也没有什么必要了。你要看情况嘛，他会真的跑吗？休假会跑吗？也不会啊，在那个小孩面前，在老婆面前给他戴手铐哈，我觉得总是不好了哈。这5年以下有期徒刑，也不是多重的病，当然不好，但是呢，也不是那种这杀人放火多么这个罪大恶极哈。就在小孩面前戴了手铐，那小孩可能一辈子心理都会受到影响嘛。那另外呢，陈柏霖大仁哥说他早有心理准备了，知道年轻的时候不当兵后来慢慢有名了，总有一天可能会东窗事发那妨碍兵役最高5年徒刑，他不会判到5年了哈。那另外呢，这个好，现在问题来了，说有人得金钟奖，有人得金钟奖呢，到底
有没有问题？那文化部长李远是说呢，会在研议艺人的资格问题啊。我觉得就是说，你给他金钟奖的时候有没有说他的品德列入考核嘛？哦，如果没有的话，那他得金钟奖也不是靠品德好得的啊。哦，那现在你说因为闪兵要取消了金钟奖，你问我是不赞成啦。哦，可能很多卫道人士啊赞成啊哈。但我觉得得金钟奖是靠他的演技，到底跟他有没有当兵有什么关联呢？没有什么关联嘛。哦，那辜立雄说以后要研讨这个如何加严兵役体检，不能让你跑掉哦。那另外呢，这个 Energy 昆达啦、苏伟啦、射伞兵，他原来有6场演出可能会没有啦啊。那他的老板呢，相信音乐说深感遗憾啊。那另外呢，这个说呢现在他们被封叫做台版劣迹艺人啊。好，那到底怎样？我们看一下。带着渔夫帽一下车，赶紧低头。艺人大人哥陈柏霖凌晨遭检警带走。闪兵案在延烧，又有艺人被拘提，除了14年前曾因为气喘验退的陈柏霖，还有他。同样在家被拘提，低头不发一语，戴着鸭舌帽，整张脸包紧紧，曾服替代役，后来因为育有子女，提前退役的艺人修杰楷也涉案，被查出有花钱闪兵的嫌疑。今年复出人气相当旺，明年1月将再度在小巨蛋开唱。男团 Energy 成员舒伟也遭到检警带走，这回一共10个人被锁定，其中5个人是知名艺人。新北地检署针对闪兵案再度发动搜索拘提，而这回5名涉案的艺人当中，都是从闪兵集团手机里面一个一个被追查出来。今年2月，艺人王大陆被查出涉嫌花超过300万找闪兵集团造假病例拼免役，检警从集团主嫌和成员手机中追查，这回第3波拘提一共10人，其中5个人包含修杰楷、陈柏霖、棒棒糖成员廖允杰，以及 Energy 成员舒伟和曾因为气喘紧急开刀送加护病房达免疫标准的昆达，但昆达人在加拿大还没拘提到案。廖允杰曾说自己是因为家族遗传疾病免疫，如今也被拘提。这一波闪兵艺人找上的是同一个集团，初步了解都是用类似的手法，像是气喘、血压异常等等，取得免疫体位。至于这5名艺人花多少钱，跟用什么方式躲当兵，要等侦讯后才能厘清。不过这一波拘提都是知名度高的艺人，接下来戏剧、演唱会相关活动还能不能顺利进行，都还是未知数。好，我看知道内幕，来讲讲。不是知道内幕，是这个新闻内容跟大家观众朋友，就看了以后大家会很惊讶，因为对我来讲非常惊讶。好像陈柏霖啊、修杰楷是我这棒棒糖我比较不认识，今天出来的都很大牌 ，Energy 里面5个人，而且形象原来都非常正面。那问题是，确实歌迷会有点质疑，修杰楷一天到晚在那边，对不对？什么波比跳什么，体力很好啊，没有当兵，他是替代役。然后陈柏霖说他有什么问题，这个又地中海性贫血，那他们在演艺圈的表现都很好，说网友会质疑，观众朋友一切都从今年2月开始讲。今年2月有一个艺人，刚刚主持人跟大家讲的哈，王大陆。那王大陆他是怎么样？他其实是里面算是他是也是包含被敲竹杠，每个人都10万、15万，就他一个人300万，为什么那么贵？你说他很红，其他也很红哦，其他也很红哦，陈柏霖也很红。好，那。他这个事情东窗事发之后呢，在这个审讯过程当中呢，律师要求当庭出示他的手机里面的对话记录，里面他有一个微信，还不是用 LINE 哦，微信他跟这个朋友在讲这种事情哦，你一定要就医长达1年，不然的话可能就会被抓到啊，不然你去看看，他就讲了几个人名字，包含陈零九跟陈柏霖。那当时检察官知道啦，新闻没有报啊，我们不知道啊，还有第3波，这是第3波的观众朋友，2月是王大陆。5月的时候有谁？有陈大天、陈零九啊，还有威廉啊，这些可能观众朋友比较年轻，就是对，那他们为什么被到案？因为那个霸占刮开来的在里面，他们到底有讲过谁？然后这个闪兵集团怎么做呢？比如说这个不要讲是艺人，就这个人他想要逃避兵役，他就教他，你用我现在不是在教观众朋友啊你不要这样做哦，你马上就被手铐铐起来啊，憋气。去体检的时候。他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厕所先憋气，对，一直可能等下问医生，血压就高了，是吧？对，血压就高了，那可能就1次嘛，对不对？好，那接下来就有长达1年的就医记录，他每次去都血压很高，可是观众朋友，这个集团会帮你这个包办到好，后续再去看医生的时候就是枪手去了，真的找血压高的人，可是这个健保卡跟人一对照不是同一个人，怎么会过关？所以后面现在3军总院、国防部跟这个相关单位都在查哦。只是对话记录有提到的人就去问。好，那观众朋友，我相信可能刚刚所讲的第一个妨害这个兵役是5年以下，可是如果涉及伪造文书是7年以下，
所以显然他们也都知道这事情严重性，所以就是都认罪哦。我当时是这个比较年轻，所以不懂事，然后这样子可能会比较轻判。那争议最大，或者说其实有当兵的是修杰楷啦。因为修杰楷那个时候呢，因为他也被查出他在对话记录当中曾经有过这样，或许是那个伞兵集团，他还假后到修补，他跟这个人推销说，那个很大牌的某某某也在我们这边做的，所以用这个以此去就是拉业务，就被看到有修杰楷的记录。修杰楷其实2016年的时候5月他有去当替代役。然后当了大概5、6个月以后，11月他的太太贾静雯怀孕了，所以他就提早退伍了。所以他是有当兵的哦，替代也算当兵，只是现在后来查出来是说，当时他也去花10万块做了一个假的高血压的记录，但后来因为抽到了替代役，他就觉得我不需要这个逃兵的，我就去当替代役。可是今天一样到案，所以我就想这件事情是这样就是逃兵有3波，后面报有第4波，一个都逃不掉。只要你有被提到的，或是你有去跟那个集团接触过的，而且或许不止一个集团，现在国防部要统统都去查。老沈，我刚才听你的开场白，你好像对这个职业集团的这种特殊现象感到特别的，我觉得你对他们相当的宽容。没有，我没有宽容，我觉得戴手铐就戴手铐，他的小孩子看了以后就忘掉了，没有那么严重。你是念小儿心理学的吗？你小时候如果看到长辈被戴手铐，你会忘掉吗？尤其你这么聪明，我长辈没那么坏。我这是另外一回事情。不是，我告诉你，我不懂了到底这些艺人呢，是变成艺人以后才逃兵，还是还没有变成艺人，就是先逃兵，那后来就发展成为艺人？我不太懂。但显然很多都是因为他可以出这个价钱嘛，而且他逃了兵以后的回收要比一般人多，因为他1年不做，1年的回收不得了所以这个给社会的观感，我觉得政府绝对不应该宽容，因为它就是一个特殊利益团体嘛，就是逃兵没事，到后来因为有人出事才隆中巴上关的这会关，我觉得他们是特殊利益团体，而且晓得开走什么门路，而且背后配合的，不管是医生也好，那个中介也好，我觉得通通也不是一定要严办，要该怎么办就是怎么办。你不能因为你现在出了名，所以呢，我对你特别就网开一面，不可以，社会观感太差了。基本上我没有要放松办，该办就要办，逃避兵役是不对的，也违反社会的公平性。我只是说，人家有老婆孩子，是不是要戴手铐？这个罪有那么大吗？对不对？很多我们看了很多不讲谁名了，就学政客一样戴手铐，然后用个毛巾盖起来就好了请他到外面去嘛，再把他铐起来就好嘛。你总是稍微要对法律不外人情嘛。不过老沈，你们医学院的最多，尤其是医科的。我跟你讲，那是后来的，我们那个年代大家都就乖，因为像我近视好上千度了。还是照样，他们说军中需要军医，你眼睛再坏还是要当兵。我们乖乖试就当兵了。没有，我知道，我们班上没有一个逃兵的，乖得很。现在是世风日下，你知道吗？才会变成这个样子。你乱骂，你看到我是医科的你就乱骂。我没有乱骂，你自己说是医科是不是很多嘛？因为他们知道怎么逃嘛。你们那个时候比较少，很重要一个原因，你们那时候只当1年，到了我们当2年的时候多很多。那1年跟2年差太远了，要不然就把自己搞很胖，要不然把自己搞很瘦，要不然就是高血压要不然就什么视力不好要不然反正各种第一名最厉害的就是医科的学生，吊销那个医科的执照，抓到会吊销。我认识有被吊销的，休息一下再回来。南海。